大家好，我是秋秋。我们都知道，天幕在户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天幕不只可以遮风避雨，它还可以搭成，例如像是帐篷或是炊事帐。天幕它可以搭出各式各样的样子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一一为大家做示范。但是搭天幕是需要技巧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示范第一种天幕的搭法。搭这个天幕呢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这个银柱给立起来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，他就是把这个银绳朝45度往下，然后扎上银钉。那相对边也是一样，银柱穿过去天幕，那都是在天幕的我们做一个对等的，然后一样立好之后，我们一样45度角朝下扎银钉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种天幕的搭法。现在我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下。这样的搭法呢，两边就像是屋顶一样，然后它是一个房子的造型。那这里我们可以放桌子，然后放你的露营桌、露营椅，然后甚至入宿袋都可以躺在这里。甚至你还可以再搭一个帐篷，然后这个天幕就可以达到遮风避雨的效果。那它是完全防水的，水都完全进不来的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搭第二种天幕的搭法咯。再来呢，我们要示范的是天幕第二种搭法。那我们一样先走到天幕旁边，然后天幕摊开之后摊平，那我们先扎银钉。然后第二种搭法呢，就是我们银柱放在天幕的前面两侧，然后一样立起来之后，银绳往45度下拉，扎银钉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天幕。非常简单的一种天幕的搭法。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一样摆睡垫或是什么，然后躺着休息、看书都可以，很舒服的。再来呢，我们这种第二种天幕搭法的特别地方就在于它可以挡风。就例如像你今天帐篷搭在这里，但是风是朝这边吹来的话，它就可以完全达到一种阻隔风的效果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第二种搭法是有多简单，就是银柱立起来，银绳45度朝下扎银钉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就非常简单，只要钉一个银钉就好了，然后就可以非常的牢固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第三种搭法。再来第三种天幕的搭法，我们先到后面一样，银钉先插进去，然后再来我们把银柱给撑起来。一样，先在我们在它尾端扎上银钉，扎上银钉之后呢，我们把我们的银柱给立起来，立起来后两侧扎好银钉，两条银绳45度往下扎好银钉，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第三种天幕的搭法。然后我们现在往里面来看一下，这样在里面是不是就是一种更完整的保护性，很像帐篷里面的感觉？这样子会比我们上一个天幕的搭法来的更容易遮风避雨，所以这是一个更安全、更舒服的一个小窝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第四种天幕搭法，在第四种天幕的搭法一样，先把它铺平之后，我们拿银钉走到天幕的后面的中间，对准中线，扎好银钉之后，我们走到前面，银柱穿过去，然后立起来。然后我们银柱立起来之后，要确保它是绷紧的状态，跟后面的银钉，然后才从两侧扎上银钉。好，然后再来我们把天幕往内折，往内收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第四种的天幕搭法。然后一样，我们刚刚先从后面扎好第一个银钉，然后我们就去前面把这个银柱立起来，两侧一样钉上银钉。我们把多余的天幕往内折，折好之后，我们走到前面，一样两条银绳往下拉，45度扎好银钉，就可以完成我们第四种天幕。这个天幕特别之处在于，你可以走进里面。我们折进去的天幕，它就可以当成防水垫。你可以坐在这里，然后隔绝地上湿气，或是你也可以放东西，把你的背包放在这个防水垫上面，然后铺好你的睡袋、睡垫等等之类的。你看这样子包覆性是不是更完整？完全防不防雨，就像是一个帐篷一样，你就可以不用带帐篷了。所以这个天幕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五种的天幕搭法。第五种天幕的搭法一样，先把天幕给铺平，然后拿银柱从中间一样扣环的地方穿过去之后立起来，然后我们会在天幕的两侧扎上银钉。一
一样2条银绳钉上银钉，然后我们走到后面固定好中间的银柱，然后一样的动作，然后再到天幕的2侧扎上银钉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5种的天幕搭法。然后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的顺序先把天幕给摊平之后，中间的银柱穿过去，两边扎好银钉，然后2条绳子45度角往下，一样扎好银钉，再来我们跟着往后，那后面也是一样哦，银柱在中间，然后2侧也扎好银钉，一样绳子往下扎好银钉，接着我们往里面看一下。是不是整体空间变很大了？完整的防护，这里你甚至可以躺到2个人至3个人。那像我一个188身材的人，其实躺在这里是绰绰有余的，风雨一样没办法侵扰我，而且是两边的风都不会进来，雨也进不来。这就是我们第5种的天幕搭法。再来是第6种天幕的搭法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。一样，天幕摊平，银柱从中间穿过去，立起来，然后相对边也是一样，立起来。两边都扎好银钉，然后后面摊平之后，我们先从天幕的中线中间这里把这个银柱立起来，穿进这个洞，然后银绳往下拉，扎好银钉，两根都扎好之后，相对边也是一样。再来，我们走到后面这里，直接扎一个银钉，扎进去之后，银柱立起来，穿好洞，对面也是一样，然后银绳往下拉，45度角，扎好银钉，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第6种天幕的做法。接下来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喽。这个天幕的空间是不是比刚刚前面几个都还来得大？这简直是一种客厅等级了，就是你可以放桌子、椅子，在这里聊天或是喝茶、喝咖啡都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来搭第7种天幕搭法。好，我们完成第6种天幕的搭法之后，第7种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大空间再让它更延伸空间的话，那就拿出第2个天幕。然后我们一样把这个扣点把它扣住，然后另外一边一样，整个空间是变得超级大。所以我呢可以直接从这样子的空间走到下一个空间，变成一个超级大的饭厅或是客厅。那所以你看到这么大的空间，然后我们是一样的做法，银绳往下拉，一样扎银钉，就可以完成这么大的天幕空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个天幕的组合搭法给大家看。然后我们前面一样也扎一个银钉，然后把多的布往内收，相对边也是一样，把多余的布往内收。再来在天幕的前端一样扎上银钉。刚刚第1张天幕的这个银柱，然后到它的相对角，再拿起另外一根银柱穿过去。然后银柱立起来之后，一样，它的对角用银绳往下拉45度角，然后钉上银钉，然后再把另外一角拉开来，一样，银绳银钉钉住，对角也是一样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完成组合式的搭法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画面，这是我睡觉的地方，下面一个帐篷，另外一个天幕搭起来就像是一个客厅的样子。进来看，空间非常的大，至少塞4到5个人都不是问题。我们看到这个天幕其实还有一些小巧思哦。这里我通常会放一个银灯，然后你看这样有2个光源，我们就可以再放一张餐桌，气氛会非常的好。再来是我通常里面也会再挂一个。就是这样子，像我们晚上进到帐篷里面要睡觉或是要找东西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很主要的光源可以帮助你找到东西，所以这是非常好利用的空间，非常好的光源。这就是以上我们介绍的组合式的天幕搭法，谢谢。